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普文亲自制作的一款茶。现在普文将这款茶命名为不二茶。为什么命名为不二茶呢？可以这么说，用这个原料，整个云南乃至整个临沧，就普文一个人在做这么一款茶，所以普文也很骄傲的将它命名为不二茶。大家仔细来看一下这款茶，相信很多茶友已经品鉴过普文的这款不二茶。这款茶它有什么特点大家看这个条形，就是偏带黑的深灰色但是也会有红感也会有绿感，这么一款茶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芽头。但是这款茶是烘焙型的一款茶，它非常香。干条来说，它是带有花蜜香的，你仔细闻这个干条有一种花蜜香。好，这种花蜜香是通过工艺制作出来的。这个茶的原料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用野生茶这个野生茶的主要产区也是在凤庆、永德大雪山山脉跟蒙库这些大雪山山脉，这临沧这种原料是最多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好，介绍完这一款茶，很多茶友就可能会怀疑普文敢将这款茶取名为不二茶，到底有没有这个优势，到底有没有这个茶的特点普文通过开汤来给大家做一个评测。好，我们采用普文定制的一个土陶盖碗和一个公道杯，我们来评测一下这款茶。好，我们现在投茶，大概的投茶量用100度的水温，我们开汤来评测一下。好，开汤的时候焖它个10几秒钟，让这个茶条有个充分的打开好，我们出汤看一下。好，这个汤色，第一泡汤色已经出来它是一个泛黄绿色的一个汤色第一道开汤对来说它是比较干净的一个汤，仔细看一下，杂质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个汤冲下去之后，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出来一种蜜香，一种花蜜香但这种花蜜香它比较幽香，比较幽，不是那种高昂的蜜香花香这个香有点像幽兰的花香，它是很幽的一种香，杯底的花香更浓郁一点好，我们再来冲泡喝的第一泡，注水溢过茶条为主。哇，这个蜜香比赛青的蜜香比生茶的那种蜜香就更浓郁这个茶有个特点，汤色不是很深，大家看一下，略微会有一些小坠条这不是，但是它那个花香味特别浓普文是没有采用滤网的。哇，又有青豆一种香，又有花香，又有蜜香，这么一款茶。好，由于水温重新加热哇，这个杯底的蜜香味太重了。好，我们来泡喝的第二泡。第一泡喝下去之后，全身都是暖和的，胃里非常暖。好，我们出汤看一下，生津感现在是一直都很强烈盖碗盖上有一些香，哇，这个香非常香，就是悠悠的那种兰香、蜜香。哇，这个茶气非常足这个茶是采用原始森林的野茶，有紫色的芽和绿色的芽而制作而成，一喝就暖，茶气非常足。好，大家看一下汤色，而且这个茶耐泡度非常高，至少可以泡到12泡以上。普文一个人趁热一个人喝不了这一泡茶，没有苦，但是普文喝不了。我们现在来焖泡它3分钟，再给大家答案，再来检测液体，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3分钟时间到了，普文已经出汤由于刚才拍了一个慢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颜色是明显的加深这个颜色加深之后，我们再来闻一下它这个茶，这个香气是花香、豆香还有蜜香，它是更浓郁但这个茶不出酸味好，我们来品鉴一下这个焖泡之后这个茶会怎么样。
略微会有一点点苦，涩也非常清啊，但是汤感很柔，但是茶气非常足，整个人都暖了。好，我们再来评测一下这个茶的叶底。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茶的叶底是花花的五花八门的一个叶底，但是普文要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叶底是红的啊？采摘的时候这个叶子它是紫色的，完全紫色的，像这个是有部分紫色，这些叶底都是有部分紫色啊。像这个是绿叶底，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绿叶底，这个是有部分紫色啊，这个杆叶是紫色，不是焖出来的。如果焖出来的话，这样一搓马上就腐了，但这个茶不腐。大家看一下它怎么捏，它就不腐，叶底不会腐。但这些茶大家再评测一下，这个茶树龄大概有多大？是不是古树？普文曾经教过大家一个方法啊。好，这就是普文亲手制作的一款茶，而且这款茶是经过杀青，这是一个绿叶底的一款茶，但是它的梗你看没有白毫啊，也没有糊的片啊。好，这是2021年新出来的一款花蜜香的一款茶，是采用野茶原料制作，整个云南来说暂时只有普文一个人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叶底怎么搓都搓不来。我们制作人勇于创新的这么一款茶在云南从来没有过有这样类似的一种制作，而且会在市面上出现。普文亲自制作和创新，我相信已经很多茶友已经喝到过这么一款茶感谢大家对普文的支持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工艺。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这是一款很有自信的茶。